废旧钢丝球不要再扔了，把它放在燃气灶上烧一烧。没想到这么厉害，很多人都还不懂，甚至没有听说过。方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，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钢丝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清洁工具，相信家家户户都有。主要用于刷碗、洗锅。它是由极其细密的钢丝制成，新的钢丝球基本上都是螺旋结构，这样让钢丝球不会那么容易松散，不容易掉屑，也不容易生锈，能够非常轻松地去除锅碗瓢盆上的油脂和污垢，是家里洗碗的必备神器之一。但是像这种钢丝球用久了之后，上面有很多残根剩菜、油脂污垢，非常的难以清理，很多人就会直接将它扔掉，因为这样一个钢丝球也不贵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像这种废旧钢丝球可以很轻松的去除上面的油脂污垢，而且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妙用，所以千万别扔掉废旧钢丝球。先把旧的钢丝球放入盆中，加入一把食用小苏打或者食用碱，将它均匀地撒在钢丝球上。接下来再撒上一把食盐，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食用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去油功能。最后再慢慢地倒入一些白醋，白醋具有软化功能，而且遇上小苏打就会产生化学反应，起出大量的泡沫。这样不仅可以软化钢丝球上面的油脂污垢，而且清理起来更加容易。然后把钢丝球搅一搅，翻动翻动，尽量让整个钢丝球在里面浸泡住。然后往盆中加入热水。大家都知道，油脂遇热水就会化，所以千万不要用凉水。然后我们让钢丝球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，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浸泡时间到了，咱们用手搓一搓，将浸泡出来的油脂污垢给它搓洗掉。洗好之后，我们来看一看里面的水是不是特别的脏呢？上面沾的油脂污垢也已经掉的差不多了。那么接下来拿出钢丝球，然后准备一根铁丝，再把铁丝从正中间部位折弯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把铁丝从钢丝球中插入，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固定钢丝球的作用。接下来把燃气灶火打开，火不要太大，用中小火即可。然后把钢丝球放在火上烤，烤的时候会发出呲呲的声音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沾染在钢丝球上的油脂污垢在高温的状态下会被燃烧殆尽，而且用火这样烧一烧，也可以将钢丝球上面的小毛刺给烧掉。因为钢丝球用久之后，就会出现那些小毛刺，一不小心就会扎到手，而在高温作用下，小毛刺就会被碳化掉，直到将整个钢丝球都烧上一遍，2、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将火关掉，最后我们再把烧好的钢丝球放在洗碗池里，用冷水过一下，这样一来，这样就达到了降温的作用。然后把冷却掉的钢丝球取下来，最后往钢丝球上挤入一滴洗洁精，然后把钢丝球搓洗搓洗。这样不仅可以将钢丝球上烧出来的黑灰给洗掉，而且还可以用洗洁精里面的香味去除掉钢丝球上残留的异味。搓洗好之后，可以看见手上特别的脏，然后用水把钢丝球再冲洗冲洗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来，钢丝球上面的油脂污垢以及容易伤手的细毛刺都已经没有了。这样一来，咱们一个废旧的钢丝球就可以接着继续再用了。如果你家也有许多的废旧钢丝球，
就赶紧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吧。当然，像这种废旧钢丝球还有另一个小妙用，咱们接着往下看吧。首先把钢丝球从中间掏一个孔出来，记住一定要从正中间哦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找一根比较结实的绳子，从正中间这个孔给它穿过来，然后再打上一个结，记住这里一定要打死结，防止钢丝球脱落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它有啥用呢？像我们家里的洗碗池，虽然说有这样一个过滤网，但是它的孔也不小，还是会有很多的残渣从中间流出。如果长期以来，就会导致洗碗池下水道堵塞。这里我们只需要把绳子从过滤网这里穿过来，然后再反过来穿过去，最后同样将它打一个死结。绑好之后，我们就达到了一个这样的，然后把钢丝球塞进洗碗池下水道，这样一来，咱们就形成了2层过滤网。以后无论你洗什么，就算再小的残渣，它也同样会被咱们的钢丝球给过滤到。因为钢丝球它特别的细腻柔软，用水洗一洗，咱们再把钢丝球拿出来看一看，像这种钢丝球上面不管再小的这种残渣，都会被它给截住。用这个方法，以后你家的洗碗池下水管再也不会堵塞了。你也赶紧将家里面废弃的钢丝球放在洗碗池里面试一试吧。用上个3、2天，把钢丝球上清理一下，最后再把它用同样的方法放入在洗碗池里面就可以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没有想到吧？废旧钢丝球烧一烧就可以当做新的来用，而且还可以将它放在下水道做过滤网使用。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，方法简单又实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